整个手机市场这2年比较低迷，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2023年的手机市场，我觉得有点像年前最后的大寒啊，宣告着即将到来的立春。大家也都普遍看好2024年会迎来销量的复苏。在2023年下半年，大家多少应该能够感知到了啊。随着芯片厂商的节奏加快，手机厂商们也加快了。很多之前年后的手机年前都发了，小白视频数据库的榜单也是被反复刷新着。大家可以猜一下啊，我们过去的2023啊，数据库一共测了多少台手机啊？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波啊！如果不考虑复测和各种各样的横屏，过去的2023数据库我们一共花了将近1600多个小时。我们买 ProVlog 1分钟1块钱测帧率啊，都买了1-2万块钱的啊！兄弟们记得点波赞投个币，特别感谢。过去的2023我们一共测试了79台手机啊，平均差不多4天半就会测1台。这么多机器，整个2023的周期里面，谁是最强充电，谁是最强续航，谁又拿下了年度最佳游戏表现呢？小白测评数据库3.5版本的年终盘点走起。听注意，我们本期的截止时间是1月中旬，也可以说是24年春节前的这些手机都算着。元旦过后的这段新机我们也都加上了啊，年前也有很多小伙伴有买新机的需求嘛。OK 啊，本期的首榜就是2023年度小白测评数据库3.5的充电之王。首先是前台100%，先说季军啊 ，iQOO 11 Pro 啊，这是一台更早的机器啊，11分钟36秒充满。截止到目前的亚军呢，则是红米 Note 12探索版，9分18秒啊，不到10分钟就可以前台100%了。这个榜单的冠军是来自 Realme 的 GT Neo 5啊，240瓦版本，凭借240瓦的超高功率 ，GT Neo 5以8.97分钟，也就是8分钟58秒的成绩啊，拿下了前台100%的榜首。数据库25摄氏度环境温下，实测最高功率它可以飙升到213瓦，并且维持了整整1分钟，而这1分钟就充了18%的电量，充到50%只耗时3分26秒。要说到底有多快啊？你1%开始边玩边充，中路清完一波兵，然后去上路抓人的时候，就已经充入20%的电量了。冠军实至名归。这是前台100%的榜首，真完全充满，也就是涓流结束的榜首，也是 GT Neo 5 240瓦版本啊，也拿下了冠军。最终成绩是10分25秒，红米 Note 12探索版呢是10分48秒，这 iQOO 11 Pro 是13分钟30秒。说2023年让手机充电进入读秒时代，真的是没错了啊。下面就是每次发布数据啊，这个小伙伴们几乎是关注度最高的这个2023年小白测评数据库3.5的续航之王。开头我们提到的，在数据库测试啊，花了1-2千个小时啊，其中差不多有2/3全部都花在了续航测试上。而获得3小时轻度续航之王的，则是努比亚 Z60 Ultra 啊，凭借6000毫安时的大电池和剩余72%的电量拿下榜首。在3小时测试模型下，努比亚较为激进的游戏调度策略其实受了一定影响啊，这半小时的合并机耗电了7%啊，高于榜单的前几名，而其他环节基本都是领先或者持平。如果日常不打游戏，那这台手机的日常使用有点会吓到你啊。OK， 下面是小白测评数据库3.5 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这季军和亚军分别是 iQOO Z7X 和红魔9 Pro 啊，凭借30%和31%的剩余电量位列32名。5小时重度续航模型的冠军依然是 Z60 Ultra， 虽然调度要激进一些，但是在原神环节以24%的电量优于其他选手。iQOO Z7X 虽然出色，但是骁龙695肯定不能满帧原神，虽然省电啊，但还是略输了一筹。努比亚叠加上3小时和王者的优势啊，拿下第1名也是实至名归。数据库续航的终极模型，也是被大家俗称为测到死的极限续航测试，直到关机1+12成功杀入前3啊，8小时45分钟。努比亚 Z60 Ultra 是9小时12分钟，也只拿到了亚军。是的，你没有听错啊，亚军都已经达到9个小时了。虽然大哥努比亚没能续写辉煌啊，但是获得冠军的也是同门的红魔9 Pro 啊，凭借6500毫安时的超大电池以及9小时27分钟的表现拿下榜首。这台手机你别说你不打游戏了，就是打游戏啊，也很有可能把你用到手抽筋儿，4个字实至名归。根据这几年我们对于数据的观察，2023年续航的实力确实提升较为明显。把那个前几名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都是23年的新机。那2024年能否突破数据库10个小时的禁锢，连续使用续航时间能否达到2位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最后啊，我们颁布2023年小白测评数据库3.5版本的游戏之王。按照我们的实测模型，细分了王者啊、原神还有星铁。想入高品质手机啊，可以下载闪小白 APP， 在这里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更专业靠谱的质检和会员，让大家能够真正放心的购买20产品。首先是王者荣耀，考虑到现在各家都能满帧了啊，我们还是在满帧的情况下综合一下功耗的表现啊，看谁的功耗低。vivo X100和小米14凭借3.2瓦和3.1瓦的成绩拿下第3名和第2名，而登顶冠军的则是魅族21，凭借3瓦的功耗，120
80.1的平均帧率和 0.6 的平均波动，拿下了王者的榜首。2023随着芯片的精进，厂商们也都征服了原神啊，满帧的帧率也不少了。我们还是考虑帧率、功耗的综合表现啊。经过数据库小伙伴的激烈讨论 ，iQOO 12和 X100分别是60.6帧 4.8 瓦和59.8帧 4.5 瓦，这个成绩分列第3和第2名。这蓝厂不光得了亚军啊，这个荣获冠军的也是他大哥 X100 Pro， 凭借59.9帧和4.5瓦的综合成绩拿下了2023小白测评数据库原神的第1名。虽然在分类表现下不是单项的第一，但是我们数据库讨论了一圈，综合来说第1名实至名归。最后就是压力最大的星铁了，我们还是要看综合表现。OPPO Find X7 和小米14 Pro 分别以60帧 6.4 瓦和59.7帧 6.4 瓦的成绩啊，分列第3和第2名。虽然帧率稍有一点点差距，但在相同的功耗下，小米的温度是要更低的啊，所以我们主观要胜过 X7 一筹。荣获冠军的啊，则是不出意外的游戏手机，这红魔9 Pro 啊，凭借60.2帧和6.8瓦的综合表现，拿下了2023小白测评数据库星穹铁道的第1。至此，小白测评数据库 3.5 版本的年度之王评选啊都结束了。当然啊，为了喜迎2024啊，小白测评数据库 3.5 版本也将随着23年离我们远去了。更新、更严格、更符合大家的日常使用习惯，压力也更大。最关键的，厂商们的各种小动作也更难对付的小白测评数据库 4.0 版本，我们已经正在收尾决档了啊！数据库呢，很多小伙伴都在加班加点的测试验证过程之中，很快就将和大家见面。这版数据库呢更加完善啊，参考意义呢也更大啊。期待的小伙伴可以把这2个字打在公屏上。回顾整个2023啊，基友们，我觉得总体还是比较幸福的啊。虽然说市场大盘低迷，但是各家其实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啊，也带给了基友们不少惊喜啊。比较明显的就是刚才说的续航和游戏方面。当然有人会说啊，这个就是芯片厂商的功劳啊，那是肯定的，但是也一定离不开各家的努力调教，两方相辅相成，共同精进啊，我想才是逆转产品颓势、走出市场低谷的最终核心。已经到来的2024年，我觉得各家还能给我们带来不少的惊喜，有些我已经提前知道了，让我们拭目以待啊。OK 啊，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大家产生一点帮助，记得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啊。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小程序啊。你当前看的时候可能还是 3.5 的版本，最新的 4.0 版本我们马上即将开始灰度推送啊，没准你就可以提前使用上。OK， 本期就到这儿，不关这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